大宝贝儿，我来了。哟，小帅哥也在啊，来做什么？找世子。我知道你找他，我问你找他做什么？有事。什么事儿？小事。小事儿是什么事儿？不能说。你说话能不能说长一点？从昨晚到现在，我就没听过你说句超过3个字的话。你既然不说句长的，就休想踏出这间屋子。看他做什么？看我。世子妃，你不要为难属下，属下今日还有活没干完。告诉我，你为啥3个字的说话？婉婉，雅青还有事，让他去忙。你有事儿，我不担不你。他怎么3个字的说话呀？萧景池看着苏清婉一双月牙状的媚眼，红唇轻薄，额间的红色凤尾花栩栩如生，3千青丝垂于身后，一身白色轻纱雨衣衬托得如下凡的神女。你怎么不说话？好好说话。我以为是个冷面小霸总呢，原来是个小结巴。他倒是聪明，知道3个字的说。雅青并不是天生这样，是我中毒之后，总有人背后嘲讽，那些人他又不能出手，一时气结才成这个样子。原来是因为我的大宝贝才这样的。婉婉，可有法子能治雅青的症状？他这既不是中毒，也不是病，无治。不过我倒是有一个法子，只要他肯坚持，定然能好。什么法子？你让我亲一口我就告诉你，你让我亲一口我就告诉你。苏大侠，咱能不能避避鬼啊？这晴天白日的，一边玩去。婉婉，别闹，先谈正事。雅青打听到何秋月了。世子，我妹妹怎么样了？你妹妹正是在醉仙楼，雅青向那里的花魁打探到的。醉仙楼的老鸨逼迫去接客，雅青赶到的时候，她正要拿出偷藏的金条吞下。后来雅青告诉她，你生前托朋友会救你父母和她出去，人暂时已经无碍。那我家药铺呢？我妹妹有没有说？药铺被沈和光与丞相府小公子屈胜勾结，已经多数落入他们手中了。我去找他们算账。去吧，去了就等着魂飞魄散。何鬼一听，顿时蔫巴了下来。你第一次做鬼可能不太清楚，3界有3界的规定，你若在阳间伤人太多，是会魂飞魄散的。我既然收你的钱，就一定会帮你将事情处理完。你若乖乖听话，我便帮你；不听话，那随你。苏大侠，我错了。那你说接下来我们怎么办？不知道。萧景池此时也看着苏清婉，看我做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婉婉是早就将主意打到为夫身上了。苏清婉眼瞅被拆穿，佯装正经。我这叫曲线救国，你帮一个忙也是帮，2个也是帮，索性一块办了。反正我挣他的钱是为了赎回王府。有道理。那大理寺卿陆石与我是至交好友，我已书信告知，照顾你父母一二。过2日，太子会去大理寺亲自替审此案，你放心，定会给你一个交代。至于你妹妹，只能先暗中保护，等后面查清楚事情，再将人赎出来，免得打草惊蛇。谢世子，世子妃。只是有什么你就说，别吞吞吐吐的。只是我实在放心不下家中2老，还有我家妹子，想亲眼去看一看。不大啥事儿呢，这好办，我带你去。那府衙门口有石狮子守着，我是进不去的。青楼倒是阴气比较重，适合我去，可我去了也无法与妹妹说上话。哎呀，没事儿，我陪你去。不过我们要先去钱庄交银票去了。苏清婉拍了拍胸脯，废话，没钱怎么逛窑子？时间不早了，我们这就去钱庄取银子。苏清婉拉着何鬼往外走。萧景池看着眼前这一幕，越品越觉得自己好像上当了。当他再反应过来的时候，苏清婉已经拉着何鬼出了府。苏大侠，你说你这样骗世子好吗？何鬼有些不忍，那世子要帮他，好歹也算是自己的半个恩人。其实丫青汇报的时候，他就在房顶听得一清二楚，是苏清婉听了后想要假公济私去逛窑子，逼着自己跟他演戏的，自己又确实是想看一看父母妹妹，这才被迫上了贼船。闭嘴，还想不想看你父母妹妹了？他这不是怕自己逛窑子大宝贝伤心吗？家里是家里，外面是外面，这个他还是分得清的。一人一鬼来到赵氏钱庄门口，苏清婉低头看了看自己，这回应该不会被当作疯子赶出来了。取钱！见苏清婉看直了眼，苏清婉又不耐烦地敲了敲桌面。掌柜的回过神来，姑娘莫怪，实在是姑娘长得惊为天人，如仙女一般，这才看走了神，绝无要亵渎姑娘的意思啊。苏清婉白了一眼，姑奶奶，我本就是仙女。姑娘是取什么钱？可有凭证啊？告诉他，取何府少东家的存银。告诉他，取何府少东家的存银。何府啊？有的。姑娘可知道凭证？苏清婉看向何鬼，何鬼在苏清婉耳边小声说了几句。苏清婉依葫芦画瓢在掌柜的耳边小声说道。掌柜的闻言立马喜上眉梢。凭证是对的，姑娘需要取多少？先取5万两。姑娘稍等。掌柜的退到里屋，没一会儿功夫就毕恭毕敬地将5万两银票递到苏清婉手中。谢谢掌柜的。哦，对了，我若没猜错的话，这里应该有人生了怪病。掌柜的若是信我，就将院子里那棵槐树砍了，不然光喝药是不顶用的。
说罢也不管掌柜的惊恐的眼神，直接出了钱庄，站在大街上瞧着手中的银票，觉得太不真实。这次倒是出奇的顺利。快将银票收好了，财不外露，小心被人盯上了。哼，笑话，谁敢抢姑奶奶我的银？话还没说完，身后冲上来一个乞丐，将苏清婉手中的银票一把抢了过去，转身就跑。臭小子，竟然敢抢姑奶奶我的钱，看我不剁了你的手！苏清婉快步追上去，那小乞丐跑得很快，中间还有同伙故意出来挡着苏清婉的路。何鬼子，跟上去看看他的老窝。让你嘚瑟。说完就飘走了。苏清婉越过几个胡同，根据河鬼的情报，一路追到一间破庙里，一脚将门踹开。臭小子，还不给姑奶奶我滚出来！银票是我抢的，要杀要剐随便你，但是求你放过他们，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我的银票呢？小乞丐从神像底下掏出一个破旧的盒子，将里面的银票还给了苏清婉。倒是一分不差，还没来得及花。你有手有脚，好端端的为何做这种营生？大户人家进不去，有些小门小户知道我们是乞丐，干了活故意不给银子，去官府告官，官府和他们沆瀣一气。不然谁喜欢做乞丐抢东西？被发现了还会被打死的。苏清婉上下打量了一番小乞丐，又看了看身后的7、8个小孩，他们怎么回事？有的是被人贩子拐了，后来偷跑出来的，有的是从小就被丢弃，侥幸活下来的。那你呢？我不知道，1年前醒来的时候就在这间破庙里，想不起来以前的事情了。愿不愿意跟着我？你不将我告官？没那闲工夫。谢谢你的好意，直觉告诉我你是个好人，但若是我跟你走了，他们怎么办？苏清婉掏出手中的银票，分了3万两给小乞丐。这些你先替我保管，10日后我来找你拿。到时候你若愿意跟我走，我会安排好他们。我身上没有碎银，这些银票里你可以用10两。若信我，就别再出去抢了，别人可没有我这般好心。苏大仙，人心难测，你就这样将3万两银票给了那小乞丐？苏清婉没有回应。若3万两的小乞丐都不为所动，便是个能用之人。这位爷怎么之前没见过呢？爷既然是第一次来，要不要奴家带您熟悉熟悉？苏清婉被这莺莺燕燕迷花了眼，此时只恨自己长得手不够多，胳膊不够长。醉仙楼的老鸨见过各式各样的人，早就练就了一副8面玲珑的样子，一眼便看出苏清婉是个好色之徒。那干瘪的身材只怕是夜夜笙歌的缘故。老鸨心里想着，脸上却堆着笑。这位小公子可有选好的姑娘？苏清婉掏出1000两银票拍在桌子上，豪爽的开口：将他们都留下，再上些好酒好菜来。公子稍等，这就给您安排。大仙儿，你可别忘了正事。苏清婉慵懒地躺在一群环肥燕瘦的女子中间，摸摸这个腰，又掐掐那个屁股。大仙儿，世子妃，你倒是别光顾着享乐呀。去将老鸨叫进来。这位小公子还有什么吩咐？你们这就没有别的姑娘了吗？这些可都是咱们醉仙楼里数1数2的，公子是不满意吗？倒不是不满意，小爷我啊，喜欢那种倔的，有没有？老鸨闻言会心一笑，原来还是个爱玩花活的。有倒是有，不瞒公子，还是个厨呢。只是这价格……老鸨欲言又止，苏清婉一眼看穿老鸨的心思，又掏出1000两银票，啪的一声摔在桌子上。让小爷我先验验货，说是满意，这些都是你的，往后我还会常来。公子稍等，奴家这就去安排。今日啊，包您满意，要是不满意，奴家亲自上。小爷我喜欢嫩的。行了，快去吧，让他们也都退下。公子考虑考虑，我虽然啊不比他们年轻，但他们伺候人的本事可都是我教的。一众女子乖乖从苏清婉身上挪开，每走一人，苏清婉都拍一拍人家屁股，然后给个飞吻。约莫过了半炷香，老鸨带着一位身形娇小、面容清瘦的女子进来，与其他一众浓妆艳抹的相比起来，倒是显得出淤泥而不染。苏清婉看了看河鬼的神情，就知道来人是何秋月没错了。公子瞧着可还满意？除了胸小点儿，其他的还不错。算了，就这个吧。快出去将门带上，别耽误爷的好事儿。妹妹，妹妹，我是哥哥。伸手想要触碰，手却穿过何秋月的身体。他是鬼，你是人，你当然碰不到他。那为何世子可以碰到我？他命格特殊，与一般人不一样。何秋月看着床榻上的人，眼睛色眯眯地盯着自己，却一直在自言自语。半晌后，鼓足了勇气，跪下求饶：“这位公子，我本是被陷害进了这青楼，还请您放过民女，民女自是感激不尽。”哦，那你说说，你要怎么感谢我啊？世子妃，您就别逗弄我家妹了，她胆子小，以前跟男子说句话都害羞。过来。何秋月跪着没有动。我是你兄长何春花请来救你的。
何秋月听了这话，猛地抬起头看向苏清婉，见苏清婉冷着脸，没有要继续说话的意思，乖乖的起身坐了过去。苏清婉瞬间换上一副油腻的笑，拉起何秋月的手摸着，这才对嘛，小何呀，哥哥不是坏人，哥哥是来救你的。公子，真的是我兄长的朋友？那还能有假呀？你兄长这么高这么壮，眼睛这么大，鼻子这个样，是兄长没错。这回信了吧？公子，话还未说完，门就被人一脚踢开。小婊子，你不是死都不卖身吗？怎么如今也投怀送抱了？合着是个闷骚的主啊！哎呀，公子实在对不住，这位李公子盯了何姑娘有一段日子了，今日不知哪个不长眼的说了何姑娘在你这儿，也是心里一时不舒服，这才……不如我们3人一起玩玩如何？苏清婉正看着眼前想要找死的男子，没来得及安慰一旁的何秋月，其不知何时掏出腰间的金条就要吞下。妹妹不要！大仙儿，快拦住我妹妹啊！苏清婉听到何鬼土拨鼠般的咆哮，转头急忙将何秋月嘴中的金条夺了过来。钱多没地方花是不是？给你3秒钟。公子用不了3秒，李公子顶多2秒，一进一出就完事儿了。苏清婉差点被老鸨的这句话送去见阎王。我是让他滚！还有你竟然敢让我滚？知不知道我爹是谁呀？瞧你这干瘪的样子，又能比我强到哪儿去啊？就算你爹是李刚，姑奶奶今日也照做不误。你怎么知道我爹是李刚？哼，怕了吧？你……男人是最听不得别人说他，此时脸憋得通红。那老鸨瞎说的，小爷我反正比2秒9。我又不是没……我有一药方，服用后起码……不信你问问他，我厉不厉害？厉害。这药多少钱啊？我可以先送你一副，吃了有效果再说。你这么大方呢？大方，这位小公子成大方了。那个老鸨，小公子叫奴家红云就成。他若吃着有用，我这药可以供你1家卖，得到的利润我欺你3。大仙儿一看就没做过生意，这谈生意怎么能当着韭菜面前呢？滚！没说你，旁边有一只苍蝇。哦，行不行？不行我就去找别家做了。公子别说3七，就是28都行啊，奴家也是愿意的。那就28。红云真想扇自己2巴掌，咋那贱非说这一嘴，手中的手帕往紧握了握。行，只要这药啊，确实如小公子说的效果一样。这点你放心，有一点虚假宣传，所有损失我一人承担。何秋月红着脸低着头，将苏清婉的手从自己的胸前挪开。习惯了。这世子妃不会是个……本大仙只是想给所有好看的俊男美女一个温暖的港湾罢了。我也要入伙。吓我大跳！不行，我可以出本钱。这位李公子的父亲乃是京中府衙的府尹，看来是个有钱的主儿，遇到小麻烦还能解决1-2。最主要的是瘦猴儿就是最好的广告，他用着好了，自然买的人就多了。那行，你出钱，我出药方。红云掌柜负责往外卖，利润我6，你们各2。但是我有一个条件，小何是我看上的人，他在这醉仙楼1日，便不许强迫他做任何他不想做的事儿，不然我保证你这醉仙楼不出1个月便关门大吉。还有你爹的知府也别想当消停。小爷我背后可是有人的。好，你先拿5000两给我，我去购买药材，3日后我将药送来醉仙楼。你我见着第一面就让我拿5000两，这万一你拿着银票跑了怎么办？信不信随你，反正差你一个不差。我就信你一次。好了，你们出去吧，我还要和小何待一会儿。小公子，一般这药服用多了可对身体不好，不知公子这药……有症状必定是有对症的药，你只管卖，往后还有别的药，保证不会有损身体。以后别动不动就死，遇事不怕事，干就完了。实在干不过就跑，跑不了就求饶。总之，别一有事自己先把自己搞掉。谢谢公子，不知公子叫什么？日后秋月定当好好的报答这份恩情。你叫我苏大炮就行了。好了，接下来我说的话你仔细认真的听着。我呢，学过2年道法，你兄长生前与我相识，如今被人所害，前几日托梦与我照顾你们。何秋月不可思议地瞪着眼睛。你若不信，等过2日会有人救你出去，之后我便施法让你哥哥入你梦境。真的可以吗，大仙儿？你若不信呢，自当我今日没来过。就凭这几句，换我都不信，更何况我妹妹这种从小遇事就谨慎的人。信，我信大炮哥哥的话。
我等着大炮哥哥来救我。你不是说你妹妹胆小又谨慎吗？完了，妹子这是要发情了。有什么呢？让你们这那个打杂的小结巴给我传信，他家主子和我是朋友。说完便出了房门。再待一会儿，万一何秋月要以身相许，那就玩大了。出了醉仙楼，苏清婉凭借着原主的记忆往府衙走去。大仙儿，早说了，这府衙我进不去，我们来这里干什么？没事，送鬼送到西，今日就索性帮你帮到底。大仙儿有法子让我进去，不过你要在白天他们发现之前出来。清风院内，萧景池脸上如同布了一层寒霜。你是说，世子妃在醉仙楼左拥右抱？丫青很少看见自己主子这样子，小心翼翼地点着头。好了，你退下吧。是。丫青后退2步，转身正要出去，苏清婉一脚将门踢开。哟，小结巴也在啊，快来帮我接一下东西。丫青听见苏清婉叫自己小结巴，一脸阴沉。吃屎了？世子妃，慎言。没吃屎你脸怎么那么臭？婉婉，好了，看在你主子的面上，我就不逗你了。啊，这个送给你。婉婉听话，别欺负亚青了。亚青，你先出去吧。谁欺负他了？不是你问我要的治疗他结巴的方法吗？方法就是这些小石头。婉婉，别闹了，石头怎么能用来治疗结巴？小结巴，你听好了，以后每日有时间呢，就将这些石子清洗干净，含在嘴里说话，时间久了，你就可以正常说话了。当然，信不信由你，要不是我的大宝贝儿让我帮你，我也懒得管。亚青，按照世子妃说的试一试，就算好不了，总归也没什么坏处。好了，你快退下吧，我要和你家主子做一些不能让外人看见的事情了。你再这样压着我，我身上的伤口就发脓得更厉害了。我买了草药，一会儿就给你涂抹。你先脱了衣服上床等我。这话听着怎么有些别扭呢？等苏清婉回到房间，萧景池已经按照她说的躺在床上，只是并没有脱衣服。你不脱衣服，我怎么给你治病？可不可以只脱外衣，里衣卷起来？全脱，脱光光那种。你伤的是全身，不脱光怎么涂抹？你要是害羞，我就闭着眼睛给你涂。那你去叫亚静，让她来。她知道涂多少合适吗？你要想好得快一些，就不要浪费我的药，很贵的。苏清婉严厉地批评着，这么好的机会，她怎么可能放过，让别人来？再不脱我帮你了。哎呀，我眼睛闭着呢，你看。不许睁眼。不睁，保证不睁开。我们先从腿部开始，乖，将腿分开。说着用食指蘸取绿色的药膏，指腹轻轻在腿上打圈涂抹。萧景池只觉得一阵清凉，药草并不难闻，反而有一种超脱世俗的清香。苏清婉眼睛眯成一条缝儿，时不时地往小萧景池处瞟着。萧景池只当没看见，他怕自己越反抗，这个小妮子越兴奋，索性迟早要坦诚相见的，自己先一步坦诚也无妨。辛苦了，这药需要涂抹多久？都是为了以后的美好生活。这药我加大了分量，只涂一次，明日一早配合药浴就能彻底变好。我还以为起码要治疗1年半载呢。那是那些庸医，姑奶奶我就是施了法术，不然只需沿着一颗药吃下，你就立马能好。你已经很厉害了。你夸早了，虽然脸上的毒和皮肤都能快速好起来，但是腿部……喂，治不好就治不好，我已经习惯了，你别有压力。我何时说治不好了？只是这腿部我需要银针多治疗几次，差不多3日吧。不过3日，不想婉婉医术这么厉害。什么叫不过3日？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像你这种小病，以往我只需要半个时辰就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3日，这简直是我行医生涯中的耻辱。是我错了，婉婉别难过。你错什么了？你不开心是我的错。要不要加点酒去腥啊？老沈，你这提议不错啊，多拿点，高度白酒。苏清婉冲着平王妃竖了个大拇指，转身继续往浴桶中添加着各种佐料。母妃，婉婉，这2人是想将自己煮了吃吗？你长久睡那破冰块，身体已经寒得不行了。你要是女的，娃在你的子宫里都要冻死了。顺便用这些东西给你除湿，等泡完后我再给你扎针。平王妃则是完全不担心，她对苏清婉的信任已经到了，就算苏清婉要将萧景池煮了，她都觉得事情是为她大儿好。真的太好了，大儿，你真的好了。婉婉啊，你真是我们王府的福星啊。好了，老沈，让我快点吃完，给你好大儿行针。
赫儿来了，快坐，我去给你们添茶。辛苦皇婶了，没想到这苏府歪打正着，竟然给阿池促成一段好姻缘。虽是歪打正着，但是苏府一定要付出代价。这是自然。这位想必就是弟妹了。兄长莫怪，婉婉是有些不正常的。无碍的，本宫此次前来是收到阿池的信，我已经去了一趟府衙，那何氏夫妇明日便会被无罪释放。还有何秋月以及何府的铺子，本宫已经安排东宫的人去处理了。谢兄长。你我兄弟二人还说谢字做什么？有陆石的照料，那府衙的李刚也没有敢多难为何氏父母，只是这背后之人暂时还动不了，所以此案只能以一场误会草草了之。不过说来也怪，我今日去府衙时，那府衙门口的石狮被人用泥巴糊住了眼睛，就连大狮子脚底下的小狮子眼睛都没有被放过。本来觉得这没什么，不料那李刚今日见本宫时，头发掉了好几片，像是民间所说的鬼剃头。刚刚进府看到你舅母王氏和沈和光也是头秃了好几片。萧景池静静地听太子说完，看向一旁的苏清婉和刚刚穿墙飘过来的何鬼。此时一人一鬼抬着头，眼睛看着屋顶，嘴里吹着口哨。萧北鹤看不见何鬼，但是看苏清婉的样子就知道此事与他脱不了干系。本宫倒是有些好奇了，石狮子还好，这人睡得好好的，又怎么会被剃了头？本宫是不相信鬼剃头一说的，本宫记得阿池也是不信的。萧景池轻咳两声，看了看盘旋在太子头顶的何鬼，或许真有也说不准呢。阿池何时也信这些了？实不相瞒，婉婉除了会医术，也会一些道法，臣弟也是见识过的。没想到弟妹还有如此本事，能否让本宫也开开眼界？苏清婉上下打量了一番，目光锁死在太子腰间的玉佩上。你将他送与我，姑奶奶就让你开开眼。婉婉不得无礼，兄长莫要见怪。上你们称呼姑奶奶，还是你们占便宜了呢？无妨无妨，弟妹可算出什么了？你是太子？然后呢？什么然后？我都告诉你我算出的结果了，还有什么然后？好了，姑奶奶我要去收尾款了。何鬼子走了。他刚才在叫谁？萧景池看了眼何鬼，犯病了。那我刚刚是不是被他耍了？太子殿下若信我的，今日回去的时候不要走平常走的那条路。哎呀，这位姑娘，小的寻姑娘好几日，终于将您给盼来了。要不要说的再夸张点？他昨日才来的。掌柜的挠了挠头，怎么舍不得看那棵树？可否耽误姑娘一点时间，见一见我家公子？掌柜的见苏清婉不说话，姑娘放心，若解决了我家公子的心头大事，肯定不会亏待姑娘的。带路吧。姑娘请稍后，容小的先去通报一声公子。大仙儿，这赵府也没有跟我一样的小鬼，怎么阴气比神府还重？姑娘，我家公子有请。你就在院子里待着。何鬼阴气重，进去估计里面的人会更受不住。姑娘，这便是我家公子，外人皆称玉公子。玉公子，原主的记忆里倒是有这样一号人物，与萧景池被称为北周文武公子。萧景池征战沙场，是北周的战神，皇族之人。而这位玉公子文采斐然，无人能及，年纪轻轻就创建了北周最大的钱庄。姑娘，在下赵玉，唐突请姑娘前来，还望姑娘不要见怪。想让我救你？姑娘可有法子？法子有，但是价钱不低。只要能够治好我家公子的病，姑娘只管开口。只是有一点，那棵树砍不得。治病问病因，说不肯相告，那就另请高明吧。姑娘且慢，实不相瞒，不是在下不肯砍掉这树。赵某祖上突然有一日来了一个江湖术士，被那术士下了咒，自此赵家一脉单传，皆活到18岁后会患这种怪病，然后在这不见天日的屋子里度过后半生，多半都会撑到30左右。那术士当时将诅咒下在了屋外的葵树上，那葵树若是被砍了，赵家就会从此绝后。你撒谎！赵玉心里咯噔一下，除了赵氏一族的男丁，其余人知道的都是这个说辞，而他也是在生父临死之前相告的，这是他们死守的秘密，竟然被眼前这个16、17岁的小姑娘一语道破。你信不成，我也救不了你。姑娘留步！姑娘，我家公子并不是有意要瞒着姑娘的，这是我家公子请姑娘喝茶的，若事情办妥，酬劳另算。
苏清婉低头看了眼手中的银票，请喝茶就给了1万两。怪不得这赵玉能短短时间创造出北周最大的钱庄，又懂人情又舍得，这是将出6进4挣钱那套玩得明明白白。掌柜的看着苏清婉面无表情地盯着手中的银票，以为嫌少，又掏了1万两塞进苏清婉的手中。苏清婉黑眼球放大，扭头看着侧前方的掌柜的，我若是还不答应，你是不是还能再塞1万两给我？姑娘若是了解这事，往后但凡是赵氏的产业，都随由姑娘支配。不就是钱庄有点银子吗？还能支配什么？姑娘，你可别小瞧了我们赵氏钱庄。如今这天下4国平分，各国都有自己的银票、计量单位等等。国与国之间的商人要想将生意扩展，那是难之又难的。只有我们赵氏能把钱庄开遍4国，嘿嘿，也只有我们赵氏可以兑换别的国家的银票。别吹了，说的好像是你家的产业似的。掌柜的吐了半个字，硬生生憋了回去。他祖上就在赵氏当了一辈子的仆人，他也是家生子的仆人，他早已将自己当成赵氏一族的人了。就你可以，我有2个条件。姑娘请说。第一，我若治好你后，你要给我一座院落，不用太奢华，房子够多就行。好。床单被褥锅碗瓢盆啥的都要准备齐全了。好。再请几个教书的和教舞的先生。好。我还要1辆马车，贼豪华的那种。好。还有，姑娘，这都不止2个条件了。你不懂，我这里的2不是2，是个数量词。赵玉嘴角微微扬起，这个小姑娘还挺有趣。无妨，姑娘继续说便是。还有，我要平王府的府邸。赵玉原本想着还是如上面提的那些小事一样，不想给她埋了个大雷。姑娘，别的都好说，只是这平王府只是暂时抵押给了我们赵氏钱庄，到时候是要赎回去的，这个无法赠送给姑娘。不过赵某倒是可以给姑娘送一个与平王府相差不多的府邸。苏清婉掏出从平王妃那儿要来的抵押状纸，放在了桌子上。我今日来本就是为了赎回平王府的，不想你们有事相求，那这赎平王府的银子就当是我的诊费了。是赵氏的印子不错。不知姑娘与平王府是何关系？我是平王妃认的干女儿，最近刚学艺归来，你自是不知。若说自己是原主，那赵玉估计会将自己当疯子，不让看病，那自己就割不了他这个韭菜了。那姑娘上次为何来取的是何府公子的村银？何鬼？何春花与我哥哥萧世子生前算是相识，那钱是替何春花取出来交给他妹妹的。哦，对了，剩下的今日一并取走，不要拿去给他父母。敢问姑娘，你还有完没完了？姑娘莫生气，在下只是想问问姑娘名字。我倒是希望你别问，叫我苏大胖就行。姑娘的名字还真是别具一格的雅致。好好一姑娘，这取的什么名字？总不过一个称呼罢了。姑娘真是雅量。既然这样，刘掌柜，去将平王府的地契等一并拿出来，再找人将王府打扫收拾一番。上当，不愧是生意人，这样自己就不用花钱再雇人打扫了。好了，最后一点，据实相告，不然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你。姑娘说的没错，在下刚刚确实说了谎。再想下去，门口的鬼都要睡着了。赵氏一族世代经商，所以生活优渥，因此也如同世家大族那些人一般，3妻4妾，府中女人多了，矛盾也就会多起来。苏清婉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事情要从我祖父年轻时说起。我祖母与我祖父自小青梅竹马，又门当户对。祖父曾许诺一生只娶祖母一人，直到有一日，祖父外出见了一个落魄的女子回来。一开始祖母对其也是舒心照顾，可过了不久，这女子竟然趁着祖父醉酒爬上了床，睡在了一起。后来那女子有了身孕，顺利入府做了妾室，稚子无辜。我祖母也时常照顾着女子的饮食起居。有一日，这女子喝了祖母命人端过去的汤，便腹痛难忍，最终落下一病死的男胎，葬于门口的槐树下。那女子一直怀恨在心，便找了一个江湖术士，给赵氏下了诅咒。赵氏一族生生世世不得砍掉这棵老槐树，更不能搬离此宅。赵氏一族男子18后皆要承受来自此槐树底下婴灵的折磨，且活不过3世。既然汤是你祖母端过去的，为何诅咒会下到你们赵氏男子身上？因为女子出事后，祖父并没有表现得多么难过，而且那汤其实并无任何问题，只是那女子不懂常识，常常2种相克之物一起食用，恰巧在喝了祖母的汤后。苏清婉点了点头。
祖父不信邪，命人砍掉槐树。斧头落下去的那一刻，砍树的人便离奇的暴毙而亡。那男胎被埋入槐树底下大几十年，早已与槐树融为一体。随着槐树的生长，这院子里的阴气就越重。这也是为何何鬼子看不到任何鬼魂，却觉得这府邸阴森诡异。姑娘可有解？你让人准备黄纸和朱砂，还有笔，在院子里摆上7盏灯，位置一会儿我出去标记出来。对了，再准备一副上好的银针。掌柜的立马跑去准备了。见此间隙，苏清婉出门让何鬼子先回府，告诉萧景池自己今晚回来的可能晚一些，免得他们以为自己丢了再报官。刘掌柜很快就将东西准备了过来。姑娘，我们是现在开始吗？等晚上，我先看看你家公子的病。不是做法事吗？已经得了10病，病还是要看的。啊，姑娘还会医？医术是吃饭的本事，捉鬼只是顺便。原来如此。你八字极严，将这符带在身上，以后那些不干净的东西不会轻易沾染。赵玉接过符纸收了起来，苏清婉又快速的在其身上行针，每扎一针，赵玉都痛得拧眉。姑娘，这针需要扎这么多吗？不用。那只有2针是治病的，其余的都是扎着玩的。你家公子不实诚，这是教训。那女子并不是不懂常识，那汤是你祖父动的手脚吧？姑娘说的不错，那女子长得瘦黑丑陋，祖父觉得是自己的耻辱。这也是你祖母愿意原谅你祖父的原因吧？那女子并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威胁，不然世间哪个女子会如此大方，将自己的丈夫与人共享？赵玉躺在床上微微颔首。我懂你要维护自己祖宗脸面的心情，只是别挑战我的耐心。在槐树底下那一刻，自己便知道了事情的因果。这赵氏祖祖辈辈除了这件事，倒也算是善人之家，不然自己也不会耐着性子救他。是赵某的错，姑娘莫怪。算了。苏清婉伸手将痛穴上的银针拔掉，实在受不了美男委屈巴巴、可怜兮兮的样子。最后一根针拔下后，赵玉只觉得身体一阵轻松舒展，竟然浑身热了起来。他已经许久不知道热是什么感觉了。你长期没有见光，冷不丁的出门眼睛会受不了的。找一块透一点的纱布蒙在眼睛上，等眼睛慢慢适应后再摘掉。这屋外的黑布也慢慢取，不要一下子都撤掉。我还以为起码要治疗好长一段时间呢，没想到这就好了。你们人间的郎中嘛，肯定没我这个活了7、8年的老古董厉害。姑娘说什么？没什么，我饿了，快准备些饭菜让我吃饱睡一会儿，晚上还有体力活要干呢。姑娘，你终于醒了。开始吧，上人点灯。已经点亮了，苏小姐。你让这些伺候的人都退下，一会儿的场面我怕他们害怕。赵玉闻言给刘掌柜使了使眼色，刘掌柜带着一众下人无声退下。苏清婉这才掏出腰间的符纸，口中似是玩味的随意念了几句。赵玉只觉得耳边一阵凉风吹过，符纸顺着风贴在了槐树上，不一会儿四周便传来小孩空灵的叫声，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老槐树开始晃动得越来越厉害，无数树叶向他们坐着的方向袭来。赵玉只觉得自己全身紧绷，却本能的想要起身护住苏清婉，但在看到后者风轻云淡的喝茶的样子后，又坐了回去。苏清婉放下茶杯，起身走到树叶面前蹲下。赵玉只看其嘴一张一合，却听不清在说什么。再起身时，槐树上的符纸突然自燃，原本枝繁叶茂的老槐树肉眼可见的枯萎。赵玉惊恐地瞪大了眼睛，那些道士都是摆个擂台，用桃木剑比划着，他竟然……好了，明日让人将这树砍了。砍了，然后呢？当柴火烧了便是。这就完事了？那你还想怎样？给你表演一段？赵某不是那个意思，只是困惑我们赵氏一族近100年的事情，不曾想被姑娘随意破解。赵某一时有些震惊。本就不是什么大事儿，你们找的那些人学艺不精罢了。好了，你将答应我的东西准备好，明日送到沈府的清风院内，还有河中花的所有村眼。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去了。我命人送姑娘回去。不用。刘掌柜，去查一查这位苏姑娘有没有婚配。刘掌柜看着脸上笑意洋洋的公子，这是铁树开花了，真好。是公子。婉婉来了。你的婉婉犯病了，不想搭理你了。萧景池掩嘴轻笑2声，伸手拉着苏清婉的胳膊，一把将人带入自己怀中。苏清婉顺势坐在了萧景池的腿上。我若不这样说，日后照你这性子，不知得罪多少人，没有人会跟一个疯子计较的。
今日他看到太子看苏清婉的时候，眼中遮掩不住的惊艳，心里不免多了几分危机感。苏清婉被萧景池这一个动作加低沉有磁性的声音整得脸颊泛红，虽然自己天天喊着，可还真没有。糟糕，自己好像被反撩了。萧景池看出了苏清婉局促的样子，原来是个纸老虎。你说谁是纸老虎呢？信不信我带你小弟玩？你要带瑞尔玩什么？不是那个小弟。你这都是哪儿学的奇怪的虎狼之词啊？姑奶奶，我无师自通。我不信，除非什么？萧景池没有说话，嘴角含着笑，低头附了上去。苏清婉只感觉嘴唇一阵凉意柔软，一时间愣了神，瞪大了黑眼球。苏清婉回过神，笨拙地回应着：“我的初吻就这样没了。”好巧，你的夫君我也是初吻，所以你不亏。大哥，神府外来了好些人，说是来找父王的。下次记得敲门。大哥这是怎么了？以前自己也是这样的。出去看看。参见王妃、世子、小俊爷。刘掌柜今日来此是？小的是来归还平王府的府邸的。哦，还有这辆马车。刘掌柜指了指身后豪华程度比得上皇后凤辇的马车。另外，马车里还有一些东西是我家公子送的，还望王妃和世子不要嫌弃。刘掌柜，这不是还没到5年吗？何况我们现在也没有银子赎过。王妃误会了，这王府的赎银，您的干女儿已经付过了。另外，这是何府公子的存银，按照要求都取了出来。本妃的干女儿，刘掌柜是不是搞错了？没错，确实是您的干女儿苏大炮。她治好了我家公子多年的隐疾，这些啊都是谢礼。苏大炮，辛苦刘掌柜了。母妃将东西都收下吧，这2日我们就搬回去。世子说的哪里话呀？这都是小的该做的。我家公子说了，日后平王府有需要用银子的地方，只管开口。哦，还有一事，不知大炮姑娘可有婚配？若没有，我家公子愿意整个赵氏为聘，求娶大炮姑娘。平王妃此时也反应了过来，刘掌柜口中的自己的干女儿苏大炮就是苏清婉。刘掌柜，本王妃并没有什么干女儿，你口中所说的，应该是我那刚嫁过来不久的儿媳妇儿。王妃是说苏尚书的嫡女，那个被吓得得了疯病的世子妃？母妃，大哥这是怎么了？你大哥这是酸着了？我脸上有字啊。萧景池点了点头。写的什么？苏大炮。你怎么知道我艺名的？本世子还知道你自称是母妃的干女儿。哎呀，这个嘛，这不是为了割韭菜吗？不然说自己是世子妃，他们该觉得我是疯子，不让我割了。那你知不知道，人家都要快下聘礼了？聘礼？什么聘礼？萧景池看着苏清婉一脸懵的样子，明白他自己被人盯上还不自知，看来要抓紧将正事办了，最好在3年报2，这样看谁还敢惦记。见萧景池不说话，苏清婉瞬间反应过来，这是赵府来人了。他们可将东西送来了？都送来了，还送了好些礼物。苏清婉听到还有好东西，忙翻身下床准备去看看。世子妃这是要去哪儿啊？你能站起来了？怎么，你夫君我可以站起来，你不开心？开心，可怎么就能站起来了呢？苏清婉脑子里分析着原因，随口说着，再抬头时又慌乱地闭上了眼睛。你干嘛？萧景池不知何时已经裸着上身站在他面前，看着苏清婉泛红的脸颊，害羞的样子，嘴角扬起一个弧度。这不是世子妃日日盼的吗？苏清婉捂着眼睛的手指慢慢分开一条细缝，偷偷看了眼萧景池倒三角，双开门，8块腹肌，古铜色皮肤，忍不住吞了吞口水。错怪老阎王了呀！娘子不是要玩滑滑梯吗？皮呢？快说你怎么站起来了？本世子也不知道。我还从未见过哪个凡人能有如此恢复之力。看来自己要好好打探一下，没准这货上辈子是个什么精怪转世呢。萧景池忍不住手摸向了苏清婉的腰，被其一巴掌拍掉。我今日还有事。何事？这妮子不是很好色吗？今日怎么自己主动送上门又不吃了呢？苏清婉，我他妈倒想吃啊，关键是能吃到嘴里吗？万一还没开吃又被老阎王整下去，自己刚挣来的钱可还没花呢。我要去趟和府，然后再去趟醉仙楼送一趟噼里啪啦丸。噼里啪啦丸？萧景池疑惑地重复了一遍。就是那种吃了能立马鼓掌的药。本世子陪你去。不行。为何不行？
你一个男子为人丈夫，怎可去青楼那种阿杂地儿？乖乖听话，在家待着等我回来。夫人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带着你就是了。大炮哥哥，大炮哥哥，你终于来了，我爹娘都在里面，快随我进去吧。大炮哥哥，看这眼神，自己是又多了一个情敌，还是女的。苏清婉则是一脸享受，进去吧。爹娘，我兄长的那个朋友来了。老夫还未来得及感谢苏公子的搭救之恩，苏公子，请受老夫一拜。不必。倒不是受不起这一拜，主要是自己已经收了何春花的钱，就算不上是搭救，只能说是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何夫人则是上下打量了一番苏清婉，之前听自家女儿说起名字时，还以为是个什么粗鄙且长满络腮胡的糙汉子，不想竟然长得如此白净，怪不得自家女儿念念不忘。我此次前来是有2件事。哦，苏公子但讲无妨。这第一件事呢，是何春花生前在赵氏存了一些私房，让我转交于你们。主位上的2个人拿着银票，瞬间掩不住眼中的泪水，哭了出来。何秋月也小声啜泣着。逝者已矣，况且何公子生前做尽善事，死后也会得个好结果的。公子所言极是，不知道还有一件事是什么事情？这第2件事，我答应过何春花，让她投胎前入梦，与你们告别。公子说的可是真的？我儿真的能入梦与我们见一面？何鬼也一脸激动地看着苏清婉。只不过他已经在阳间逗留了许多时日，今日入梦后，我便会送他到轮回处投胎，所以你们要抓住机会。今日入梦后，我便会送他到轮回处投胎，所以你们要抓住机会。那我今日早早睡。不用等晚上，此刻就行。此刻？何老爷不敢置信，一般托梦不是要晚上吗？对，此刻。那我们需要准备什么吗？纸笔，然后告诉我你们的名字就可以了。老夫王东升。你不姓何？何老爷不姓何，那他俩为啥一个叫何春花，一个叫何秋月？我这2个孩子呀，随他们母亲的姓氏。那夫人呢？大炮哥哥，我娘叫何时了。春花秋月何时了？原来如此，握在手里，然后将这颗药吃下。吃了药后不一会儿就坐在椅子上昏睡了过去。好了，去吧。时间滴滴答答，大约过了1个时辰，3人才相继睁开了眼。何鬼也红肿着眼睛飘了出来。好了，事情已了，我就先回去了。公子且慢。还有何事？公子，这是我何府的令牌，日后公子需要什么药材的话，只管拿着令牌去京城的任何一个药铺，就是别的国家挂着何字的，也是我们何府的产业，公子只管用就可以了。当真？王某啊，从不说虚话。那为何城西的玄机堂将我赶了出来？何春花当时的自信程度，可是与你此时一模一样。公子误会了，那济世堂掌柜的和小二是1个月前都换了，之后呢，老朽就进了牢房，想必确实不知道春花啊。不知苏公子家在何处，可有婚配？哎呀，糟糕，我忘记和我妹妹和父母说了。那个，他已经成亲了。何秋月闻言心里顿时一凉，一脸的不相信看着苏清婉。大炮哥哥，他说的可是真的？这位是？我是平王妃的干儿子，这个是我家奴才。大仙儿，要不要你再帮我入一次梦？你以为入梦那么简单呢？不简单吗？对你来说？别听我这奴才瞎说啊，他这有些不好使。不过呢……不过什么？你可要想好了说。不过也没什么，就不打扰贵府了，我们先走了。大炮哥哥，秋月此生认定你了，非你不嫁。玩大了。大仙儿，你也知道自己玩大了？谁知道你家妹子这么不经动啊？夫人呢？我看咱家闺女这是要失恋了。哎，何止是失恋呢，压根就是动错了情。你难道没发现，他俩才是一对儿？世子妃啊，这是惩罚。若是再沾花惹草，我就将你就地正法。婉婉不是最喜欢这样了吗？不会，不会了。果然，这妮子虽然好色，但是个十足的纸老虎。听说第1次都疼，估计她是怕这个吧。你们老大呢？你走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看吧，3万两，是个鬼都动心了，别说是个小乞丐。他就没再管过你们吗？
有没有说去了哪里？他给我们买了一些饼就走了。好了，你们愿意跟我走吗？你们若是信得过我，就跟我去，每日管你们吃喝，让你们认字习武。当然，也不是白吃白喝，你们每日还需要帮我干一些活，干得好了还有工钱。你们有想好的，现在就可以跟我走。苏清婉等了半天也没有见一个回应的，这是遭受了多少罪才有此警惕之心？说是想好了，去平王府找我，没人会拦着你们。马车行驶到拐角处时，马夫突然一个急刹车，勒住缰绳，马车里的两人一个重心不稳，差点摔了出去。你他娘的不想活了吗？萧景池掀开帘子，脑袋露出去看了一眼，只见一个穿着破烂还浑身是泥土，头发毛毛躁躁看不清男女的人张开双手拦在路中间。你有何事？苏清婉好奇掀开帘子看去，看着拦在路中间的人，嘴角轻扬。这是跑谁家坟去了？小姐怎么知道？苏清婉看了看女子身后的鬼魂，淡淡道：上车说吧，何鬼子，招待一下你的同类。哎，你们能看到我？妹子，听我的，先别妨碍他们办事儿，不然有你好受的。哎，他们能瞧见我们？不仅能看到，还和地下室关系户。这是你交给我的3万两银票，一分没动。不是让你可以花10两的吗？你带着这些银票去哪了？我怕孩子们不小心说漏了嘴，被人盯上，就用之前讨来的几文钱给他们买了饼，然后自己带着这些银票出去躲了起来。万一遇到劫匪想要抢劫，他们也不会受牵连。所以你就躲到坟地去了？东边的城外不远处有一片坟地，据说诡异的很，有人常常能够听见鬼哭声，所以很少有人敢去。我便带了2张饼，在那边的坟地待了10日。我还特地将一个看起来比较新的坟挖了个洞，缩在里面，万一有人过来，我就扮鬼吓他们。你主意倒挺正，你就不怕鬼吗？鬼哪里有人可怕啊？要的就是胆大，希望以后真的见了鬼也这样胆大。好了，既然来了，你就先跟我回府吧。我记得你没有名字，之后就叫杏儿吧。谢谢小姐，只是我走了，那帮孩子……我刚刚便叫他们跟我走了，一个个都不好骗得很，哄了半天没一个跟我走的，正好你去与他们说说。奴婢这就去，都是因为奴婢教他们不能跟任何人走，所以你再去租一辆大一些的马车。杏儿的腿脚很快，不过半个时辰就将马车租好。怎么没有马夫啊？租马夫还要加钱，我自己就可以。以后他们就住在这儿，我会请厨娘和教书习武的先生，你跟在我身边，每隔一段时间过来看看他们。明日我会让人拿一些药材过来，让他们学着配药，做得好了都有工钱，做得不好呢也有饭吃。但是这里只养他们到16岁，16岁以后他们需要自己出去讨营生，在这之前想学什么都可以。往后遇到那些乞讨的大人小孩，若有愿意的，都可以让他们来此干活，都有工钱。16以下的小孩可以管吃住，50以上的老人也可以，但是那些中年的，说是想吃住，都要从工钱里扣。哦，对了，若是日后遇到那些穷苦人家的孩子没银子上学的，都可以过来。萧景池听着这些话，一时间竟然觉得那些所谓的百姓父母官员竟都比不上一个女子。我替他们谢谢小姐。大仙儿，可是要送我去投胎了。你的事稍后再说，先说说他。大仙儿问话呢，还不快说。大仙，我叫冯秀，是桃花村的人。鬼，你为什么跟着杏儿？还有，不乖乖去地府，都留在阳间做什么？这几年桃花村闹灾荒，整个村子都快饿死了。我原本想着将自己卖给孙爸李二狗家的傻儿子做媳妇，换一袋面给爹娘和弟弟，但不想刚穿上这嫁衣，坐上来接我的木板牛车，中途饿死了。这已经出了冯家，又没有进李家，哪个祖坟都进不去，最后便葬在了郊区那片坟地。我想做鬼，不想投胎。做鬼起码还能偷点别人坟头上的供果吃，做人只能饿死。我也不想要害那个叫杏儿的女子，实在是她叫我坟头挖了个坑，一下雨就漏水，我住不了，只能跟着她。最主要的是她怀里揣的那烤饼，我想吃。桃花村的灾荒是最严重的，连年旱灾，皇上原本想要整个村子都搬走，但是他们祖祖辈辈根就在那里，大家宁肯饿死，也不愿意搬走。你乖乖去投胎，下辈子定然能投个吃饱饭的好人家。真的吗？那我可以回一趟桃花村吗？我要去拉父母和弟弟一起死，然后一起投胎，这样他们就不用挨饿了。你投你的胎，你若将他们都拉下去，你自己入了地府可是要受审判的。他们我自会帮你，保证饿不着。那大仙姐姐可要小心，我们那个村子可是邪门的很，
外村的人进入不久就会莫名其妙的疯掉。巧了，我就是个疯子，也不怕再疯一回了。那村子有何邪门之处？其实刚才这位大哥哥说的，桃花村的村民不愿意搬走，不是因为祖祖辈辈都生活在那儿的原因，而是什么？别人听不见你这只鬼说话，声音敞亮一点。刚做鬼还没有适应。是村霸李二狗，他不知道请了一个什么道士做了法事，在他家里还供着一个神仙的牌位。自那以后，即使年年干旱，他家那几亩地却也能够丰收，而别人家的都是颗粒无收。大家想搬走，但是只要出了桃花村3天，不回去便会发疯，然后莫名其妙的死掉。外村人进了桃花村也是一样。对了，李二狗的儿子原本也不傻的，就是他们供了那神仙牌位后才傻的。但是李狗儿好像并不在意。神仙牌位，怕是供了这恶鬼吧？好了，此事我会帮你处理的。你先回地府，给你们送业绩，别不识好歹。得了吧，你抓的那鬼，别说我们哥俩了，就是阎王也不能算业绩啊。你抓的那鬼，都被你那护犊子的师傅给强行要去了。你们将他也带走吧，我已经替他超度了。你们顺路呢，带他去投胎。好的，小医官，那我们兄弟2个就不打扰你了。大儿，你可以站起来了吗？不是说需要3日吗？婉婉说，我身体异于常人，所以只1日便彻底好了。好了，真的好了，我儿所有病都治好了。好了，穆飞，你在府门口等着做什么？我们进去说。怎么不见瑞儿？我与瑞儿原本欢欢喜喜的回了王府，还命人去给你父王送了信儿，说这几日的情况。可是刚刚瑞儿突然高烧惊厥，府中暂时没有丫鬟小厮，我只能在此等你们回来。瑞儿高烧了？这3伏天怎么突然高烧了？婉婉，我们快进去看看。有人要害小萝卜头。婉婉可算出是谁？东边，你们今日搬家的时候可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出府时去给你舅舅和舅母告别，正好有一个道士在正厅坐着，那道士还用怪异的眼神瞧了一眼瑞儿，当时看得我心里都发毛。池儿，应该不会是你舅母吧？她毕竟是你舅舅的。是不是？去看看就知道了。老沈，你和星在这看着小萝卜头，我们去看看。好孩子，既然来了这王府，便不会再让你吃苦。我那儿媳妇能挣钱养活咱们不成问题，实在不行，咱们还有王爷。现在世子的病都好了，我们没有什么大的花销，他那些俸禄也够养活咱们全府了。哎，干嘛呢你们？我家夫人已经交代了，既然这世子妃一家都已经搬回王府了，那这沈府的门就不是想进就能进的了。姑奶奶再给你一次好好说话的机会。婉婉可有看出什么？你这舅母想害死小萝卜头，他们用这院子里的英灵摆了这个伪阵，过了今夜子时，小萝卜头会殒命，这些英灵也会魂飞魄散。你是何人？竟然敢坏我的阵法！你这个小疯子，竟然敢坏我好事！好事？你说的害平王府小郡爷是小事儿？你这贱人，休要在这里诬陷我等！明明是我府中近几日怪事频发，请道长来做法的，谁说要害小郡爷了？贫道不伤无辜，你若不乖乖离去，休要怪我手下不留情。我倒是想看看你怎么个不留情法。你我怎么了？你怎能随地吐痰？黄伯父、皇婶、父王、太子兄长，这个就是婉婉吗？就是婉婉，我那个能挣银子、会看病，还会道法和打架的儿媳妇儿。好，治好了池儿，好样的呀！父皇，他不仅治好了阿池的病，甚至算出我那日回宫常走的路有危险。苏清婉感觉自己此刻就像个猴儿供人观赏的母猩猩，微皱着眉头想要发火。啊，是你，丫头，还记得我吗？帅大叔。没想到啊，没想到。皇上，我与你说那个治好我头疾的，正是婉婉。这就是你说的那个随便扎了一针就将你头疾治好了的疯丫头。我说平王，这也不像你说的那个样子。平王可是告诉他，治好他病的是一个头发似鸡窝，光着脚，小脸又黄又脏，看起来疯癫不正常的女子。哪样啊？自然是气质不凡，清新脱俗的样子。王爷，你的头疾好了吗？王妃，我不是写信告诉你了吗？可能我忘记了。我看是王妃
压根就没有拆开看过吧？哎呀，好了，你一天写800封，恨不得把自己吃了几粒米饭、去了几趟茅房都写上。我哪里来那么多功夫都一一的看呢？就是因为你不看，所以我才写的多些。你写那么多，我怎么看？好了，吵死了！池儿啊，还不快谢谢你黄伯父，为你选了这样好的世子妃。明明是你那黑心臣子歪打正着，也是婉婉和池儿有缘，怎么成你的功劳了？你也好意思说？这朕呐，若是不想着给池儿赐婚，他们就是再怎么歪打正着，也打不到一起去啊。妙音啊，你说我怎么就没有你这样的好福气呢？看在咱姐俩这么几十年的交情上，要不你将婉婉让给我当儿媳，我让我家老萧将皇位让给你家老萧，如何？我说，你们两口子大晚上来我这王府，就是为了打我这儿媳的主意？要你那破皇位做什么用？一天累死累活的，除了女人多，吃的喝的还不如那些个满嘴流油的贪官呢。哎呀，我说皇帝，要不要这么扎心啊？突然，皇后慕容淑好像想到什么似的，神情瞬间落寞了下来。老叔啊，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放下吧。可怜我这辈子就只有一个儿子的命。妙音呀，你好歹有2个儿子，将来还会有2个儿媳。不行，老叔，咱姐俩光着屁股一起长大的，还学着男人一起站着尿过尿，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什么。婉婉是不可能给你们的。不给就不给，缺交3日。那个老慕容啊，你说你只有1个儿子？是啊是啊，他将来可是要继承皇位的。婉婉呀，要不要重新考虑考虑？我与我家大宝贝那红线牵的是钢筋，断不了。萧景池听了这话，却是心中一暖，这丫头还是爱自己的。我观你面相，不应该只有1子，你和你家老萧应该还有1女。婉婉说的没错，只是当初那女婴生下来不足月便夭折了。 No no no， 此女还活着，现相应该有4、5岁的样子。婉婉，你是说灵儿还活着？她还活着？确实还活着，而且离你不远。婉婉，你快告诉我，她在哪儿？婉婉，你是不是算错了？当时灵儿夭折的时候，朕与皇后就在身边，确实是没有了气息啊。皇伯父、皇婶儿，婉婉若说还活着，那一定活着。母后，你先别急，听婉婉说。听我说什么？要不我将黑白无常叫过来证实一下？平王，这孩子是疯了。婉婉不该是画本子看的有点多了吧？我是不是期望太高了？叫上来他们也看不见，如何证实？我可以画个符，不过只能撑半个时辰。皇伯父、父王，要不要看？你们自己决定。当真能看见？实不相瞒，我已经见过了。看。苏清婉懒散地掏出怀中的符纸，数了数，不够了，便草草地将其中一个从中间撕开，狠狠心又将自己的手指咬破，画了5张胖瘦不一的天眼符。苏清婉微微皱眉，萧景池有些担心。可是有什么问题？明天记得帮我买一支笔啊，不然挺费血的。为什么他没有？他不用。自从婉婉治好我的病后，我就莫名的也可以看见这些东西了。好了，别那么多废话了，婉婉，快些开始吧。黑白无常现身后，皇后和平王妃一人一个鬼，左看看右看看。老叔啊，真是鬼耶！这小鬼儿长得真俊呐。哎，我觉得这个更爷们儿气儿一点。哎，这黑色的唇多性感呢。我说2位姐姐，你们好歹能给点面子吗？好歹装一装害怕好不好？我们是鬼哎，你们这么做，我们做鬼就没有点成就感了。他胆儿就跟他的姓一样。或者你们将他魂勾出来给我看看是啥样的，勾他的也行。要不我们先问问正事呢？哦，差点忘了，你们帮我查一查。萧北陵，北周五公主。不对，查一下萧北陵，看他还在人世不？找到了，生死簿上显示还未死，阳寿还有81年。小医官，你看看。不用看了，你们走吧。母妃，刚刚那俩鬼说过了，婉婉说的没错，灵儿应该是活着的。啊，对，灵儿还活着，婉婉可能算出灵儿的具体位置。 3日后你能遇见她，到时候就看你能不能认出来了。可是当初本宫亲眼看见灵儿断气了的，婉婉，本宫不是不信你啊，只是有些想不通啊。想不通就对了，后宫有个嬷嬷，左眼角长了一颗大痦子，去查查她。屈子，你这个老破皮，敢害我儿，看老娘不掀了你的纸锣鼓！皇后，
还未查出来，怎么能乱下结论？怎么，这就舍不得了？哎，皇后说的哪里话来？怎么就舍不得了？朕的意思啊，是查不查得出来，都可以掀了指罗宫。老叔，不理他，走，我带你去睡觉，今日就不回宫了。还是妙音你最好了，明日我就与他和离，你离不离？你离我就离。皇后和平王妃丢下一众人等，牵着手离开了。在皇后的拖尾凤袍裙角消失的那一刻，崇文帝恢复正色，扭头看着苏清婉，又讨好道：“我说婉婉啊，朕有2件事，希望你能答应。不是3件，3件。一看你就没憋好屁。绝对好屁。不，绝对不是不好的屁。先放一个听听。那个婉婉啊，能不能将那黑白无常再请上来？我想问他们一点事儿啊。这批勉强接受了。主要他想看皇后和老沈不在，崇文帝和平王会不会尿裤子。快速的念着口诀，黑白无常打着哈欠飘了进来。又怎么了，小医官？他想跟你唠唠。苏清婉用下巴指了指主位上的崇文帝。让他意料之外的是，崇文帝和平王此时都没有第一次见黑白无常时的害怕样子，而是一脸威严。唠什么呢？朕就是想问问，西岳那个男人婆什么时候死？能不能快点让她下去？男人婆？就是那个西岳的女帝，玄机那个男人婆，人家还有82年的阳寿呢。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这王八精少活几岁啊？他恨啊，原本北渊不用这么苦，他这个皇帝也不用这么苦的。谁知道这王八精转世的男人婆发什么癫，突然攻打北周。西岳本就地属富饶，又以女为尊，那边的女子个个都能打能杀，上了战场更是一个抵3。这几年下来，北周已经快被打得尿裤子了。崇文老儿，我们只是负责勾魂的阴差，不是许愿池里的王八。好了，不要为难他们了。怎么这回不怕了？他们刚刚是在母妃和皇室面前故意装柔弱呢。毕竟年轻的时候，他们哥俩一起追人家姐两儿时，就是躲在身后装柔弱，雇凶扮演一场美女救狗熊。谁让那姐俩儿喜欢做英雄保护他们呢？搞了半天，苏清婉这才明白，人家是在玩情调呢。剩下的屁呢？婉婉，那第2件嘛，朕和你那个死公爹一样，总是头疼。你可以帮朕看看吗？100两。你那死公爹才3个铜板。那不一样。这有什么不一样？要的诊金不一样。好，先治病，后给诊金。你那死公爹，不是说你只扎了1针吗？怎么到朕这儿就要3针呢？是我的病情更严重吗？那倒不是，主要是你付的诊金多，所以买1送2，不然我会心中有亏的。诊金呢？莫急，莫急，还有最后1件事，完成了一起给你。什么事儿？朕与你死公爹商量过，这宫中啊有一些大臣，先皇啊，也就是你皇祖父在位之时，他们欠了国库的银子，到现在还有很多都没有收回来呢。那些个官员呐，一要债就跟你哭穷。然后呢？这个嘛，然后我们商议了一番，准备啊，想让你去要，当然啊，不会让你白要的。每要回来1家，咱们呢28分。我8你2。好。诊金呢？朕不是说了吗？一起给，先欠着，先欠着。好了，朕呢也该回宫了。明日啊，我就下旨宣布池儿的病全好，并且要大肆宣扬，气死那些个不愿意将闺女嫁给池儿的老东西，尤其是那个男人婆，好让他知道，我们北周虽然穷，但是我北周的战神是永不凋谢的神。皇伯父，我已全好的事情，要不还是先瞒上一瞒。父皇，我觉得阿池说的对。对什么对啊？不就是想要调查那献祭玄冰床背后之人吗？想要调查也不用藏着掖着，难不成他们还能将你又毒成以前那样？再说了，有关关在，别说是毒成之前那样，就是毒死了，他也能从黑白无常手中将你夺回来。这一次啊，我站队你黄伯父这边，就是藏什么藏啊？自己儿子残废后，那一个个官员背后没少嘲笑他穷，
如今他可要好好找一找面子。原来你之前住的院子就叫清风院啊，神府那可是你改了喽？萧景池微微点头，苏清婉正眼神四处游荡打量着。不错不错，这才叫王府。这8000万的豪宅不是说说就行的，比之赵府豪了不是一星半点儿。你这是做什么？冷不丁一个古铜色的肉体出现在自己眼前，苏清婉一惊，忙用双手捂住眼睛，2只手指又分开一条缝儿。当然是睡觉啊。睡觉你脱什么衣服啊？睡觉不脱衣服，做什么应该脱衣服。萧景池将人打横抱起，走到床边轻轻放下。你做什么？当然是脱衣服睡觉啊。你脱你的，脱我的做甚？世子妃睡觉难道不脱衣服吗？这是什么？回世子妃，这是皇上派人一早送来的，特意叮嘱你醒后的第一时间要交给你。哼，这老狐狸是等不及让我去要债了。大致翻看了一下，好家伙，这起码有1半官员了吧？等等，这是谁？礼部尚书苏文祥，这不是原主小妹妹那个便宜爹吗？那便从他先开始吧。世子妃，我们现在就去吗？不用，今日我要先去一趟桃花村，你跟我一起去。是，世子妃。哦，对了，还有一事，沈府的公子沈和光和刑部尚书的夫人昨夜离奇死了，据说那死状特别凄惨，七窍流血，眼睛瞪得很大，像是生前被什么吓到过一样。王妃一早就过去了。老沈去做什么？吊唁啊？说是帮自己弟弟庆祝。你确定是庆祝？府中昨日来的这些丫鬟小厮都是王府以前的下人，皇上听闻搬回王府后，立马将这些人又从各处搜集了回来。也难为那个老狐狸了。不过这和老沈去沈府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只是奴婢昨日跟王妃身边的小桃聊了几句，小桃听从小跟在王妃身边的崔嬷嬷说过，那王氏给沈老爷戴了顶绿帽子，沈和光本来就不是沈老爷的亲儿子，只是碍于沈老爷的面子，此事一直被压了下去。如今王氏和沈和光作恶多端死了，王妃自然是要找自己的弟弟庆祝。做得很好，以后多打听打听。是，世子妃。是不是到了？世子妃，前面路太窄，这马车太大过不去，只能步行了。打道回府。世子妃，既然来了，怎能说走就走？不妨我们前去看看。要看你去看。婉婉不妨，我们去看看。你若不想走，我抱着你走便是。苏清婉受不了自家大宝贝儿富有磁性的声音，算了算了，谁让他好色呢？怎么越靠近这村子就越觉得浑身发冷呢？婉婉，我们不进去吗？不用，一会儿有人出来迎接。这桃花村可是出了名的本村人出不去，外人进不来，怎么会有人出来迎接我们呢？半晌后，前方拐角处突然冒出来一个一脸横肉、大腹便便的油腻男。你来此作甚啊？溜达，顺便杀个人。小姑娘口气倒挺大的，来我们这村子找事儿，这近几个月可就只有你们3个人了。不，你说错了，找事的不是我们3个，是姑奶奶我。来我们这村的可没有能活着出去的，你若是不怕死，便进来吧。几人越往里走，就越觉得阴冷。村子里家家大门紧闭，偶尔有一个户人家院子里有人，却都干瘪得像个木乃伊，许多树上的树皮都被扒光了。李二狗，去将人叫出来。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我不仅知道，我还知道你今日会有血光之灾，而且无解。李二狗闻言一怔，老道长说今日会有人来到村子里，老道长还说来人中有人身上的气运足够扭转乾坤，让他富有一辈子，但也有人会要了自己的命。李二狗想着用袖子遮挡着手，将致幻的药粉撒了出去。这谁研制的药啊？这么呛鼻子，这是丢他老祖的脸。你们怎么没有反应？这几年他一直用这个药粉控制着所有桃花村里的人和闯入村子的外人，怎么会没有用？要不你试试我这个呢？说着捏破一粒透明的小药丸，药丸中的药水喷到了李二狗的脸上，只一刻，李二狗便开始嘿嘿傻笑，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我的，都是我的，你们的气运都给我。二狗啊，快说说，这桃花村为何会变成这样了？2年前，我遇到一个老道士，他给了我一尊黑黝黝的神像，让我用人血日夜供养，然后他会保佑我家自此年年风调雨顺。二狗真乖。还有呢？还有，其实进这个村子的人都会中我提前布好的致幻药，然后我将他们杀了，血放干后再扔出去，
村子里的人则被头顶的阵法压着，所以他们脑子里一直就会有一个出了村就会死的想法。那老道在哪儿？就在我家的密室，前一些日子受了伤，这几日在密室休养。你刚刚对我做了什么？没什么，就是想让你清醒的死去。李二狗只觉得眼前这个16、17的小姑娘如同地狱审判者一般阴森恐怖。哎呀，二狗啊，你身上一共有18条人命，包括这村子众人因你所受的苦。今日姑奶奶我就替天行道，先要了你的狗命。这里是我的地盘，你敢？你抬头看看我敢不敢？李二狗呆滞地抬头望去，桃花村上方原本阴气沉沉，瞬间晴空万里。村子中有在院子里呆坐着的村民，伸手捂住眼睛，看向天上的阳光。大师救命！大师救命啊！有人将我们阵法破了！哟，这不老熟人吗？还真是无恶不作呢。那老道也是一惊，他算出今日来的人能助他修为大涨，却没算出此人是在神府破了自己阵的人。大师，快施法将他们弄死！他们将我们布置好的阵法破了，这村子的人一会儿就会清醒。你虽然破了我的阵，但是还有一物，今日我便让你尝尝。说着便低声对李二狗耳语一番。李二狗闻言立马向密室跑去，再上来时手里抱着他口中那尊黑黢黢的佛像。苏清婉眯眼看了看，还真是只恶鬼。